入学仪式结束后，新生们立刻被带去各自的宿舍。在新生集合点，一位宿舍管理员对大家说道：“从明天开始，大约1周时间，探索性课程将会开启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无论你期望的专业是什么，你都可以选择任何你想上的课程。通过这个过程，你将选出你想要主修的3门科目。”宿舍管理员停顿了一下，为了不迟到，大家早点睡吧。新生们一边兴奋地和朋友们聊天，一边寻找自己的行李，查看分配给自己的宿舍房间。哦，利奥，咱们的房间好像是挨着的。卡尔热情地说着，我可太期待明天了。不管怎样，利奥，晚安喽。利奥笑着回应了他。你也晚安。互相道过晚安后，他们便走进了各自的房间。利奥一进房间就换上睡衣，躺到了床上，感受到床的舒适，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次日，在宿舍食堂，卡尔告诉利奥想和他一起吃饭，利奥答应了。卡尔在他旁边坐下，这时一个人过来，把食物猛地往桌上一放。利奥问他是谁，杜兰咂了咂嘴，不以为然地看着利奥，真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会是我们年级的代表，我都搞不懂卢梅伦学院的标准了。另外，你昨天在演讲里说的话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利奥心想，我想我昨天说的话确实挺有挑衅性的，连陌生人都来找我麻烦了。杜兰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说自己是中部地区的队长。利奥和卡尔都没理会他，只是继续大嚼食物。杜兰开始生气了，一层淡黄色的灵气开始散发出来。卡尔感觉到异常气息，惊讶地抬起头，瞪大了双眼。杜兰一脚把他们的桌子踢得飞了起来，连带他们所有的食物都飞了出去。利奥从座位上跳起来，用叉子把食物都收拢到卡尔那边，把食物重新拼成了一个芝士汉堡。杜兰依旧满脸怒气，利奥满不在乎地说，把这么珍贵的食物扔掉简直不可原谅。杜兰说他现在就要把利奥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，他受不了比自己弱的人还这么狂妄。这时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了两人中间，把手2个人的肩膀上，来的人竟然是艾因教授。杜兰纳闷他什么时候来的，而利奥紧张地骂了一句。艾因教授说道，一个是中部地区的队长，另一个是新生代表，在卢梅伦学院的第一天就打架，我想你已经准备好应对接下来的事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骑士系探索课程课堂，所有学生都聚集在训练场上，满怀期待地等候着。很快，艾因教授出现了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新生们，我是艾因·埃兰迪厄，负责1年级骑士学课程的老师。今天是我们的第1堂课，咱们来探讨一下骑士学中最基本的概念灵气。魔力能衍生出3种力量，灵气、魔力和灵力，其中灵气是最难操控的，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刚一开始提问，1年级的学生们就被难住了。灵气的本质，塞利亚举起了手。灵气在转化过程中会失去魔力的特性，完全正确。魔力是对魔力的增幅，灵力则是在魔力中与使用者的意志产生共鸣，所以他们保留了魔力的固有特质。然而，灵气是一种通过吸收魔力并使其适应身体需求而形成的力量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它失去了原本的流动性，变得固化，因此更难控制。那么，有人能说明一下我们该如何运用体内积聚的灵气吗？这一次，就连塞利亚也陷入了困惑，该怎么运用它呢？就在艾因准备进一步讲解的时候，有个学生举起了手。我们通过引导魔力并使其燃烧来驾驭灵气的力量。艾因教授显得很惊讶，完全正确。那你知道以这种方式引导灵气时最关键的是什么吗？耐力。了不起啊，利奥，你之前学过灵气学吗？没有。艾因教授心想，这小子没学过灵气学，却看破本质啊。艾因接下去说道，今天是我们的第1课，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灵气的实际应用。今天的主题是灵气步。灵气步是一种将灵气的力量集中于腿部，最大限度提升跳跃能力的技巧。艾因教授抬起脚，将脚趾包裹在一层闪烁着银色光芒的灵气之中，整个人悬浮在了半空中。学生们都惊讶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艾因教授优雅地在空中行走起来，开始说道，现在我来讲解一下灵气步的原理。关于灵气步的课程就此展开。利奥，你叫我一声姐姐，我来教你灵气步。塞利亚带着狡黠的笑容走上前来说道。利奥一脸不悦地反驳道，不用了，灵气的原理都差不多。艾因这时注意到杜兰正焦急地咬着大拇指在盯着利奥，于是艾因拍了拍手说道，如你们所知，今天早上发生了一场小风波。切尔西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而卡尔则悄悄凑到他身边，贱兮兮地说，啊呀，闹得很大了啦。切尔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卡尔没再回应。这时就听艾因教授说道，让杜兰和利奥站出来。问杜兰是什么事让他这么生气，杜兰说他没生气。艾因教授让他们到跑道上去，让他们来一场1对1的跑步比赛，争夺班级代表的位置，而且在这场比赛中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灵气。杜兰对此很惊讶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会有很大优势。在比赛开始前，卡尔正在鼓动大家下注，其他所有学生都说，从他们之前看到的情况来看，利奥好像连灵气步都不会用。他们还说起利奥昨天的表现，说受不了他，说所有队长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而利奥还没有。尽管存在这些质疑，但所有1年级学生都预测杜兰会获胜。就在这时，艾因教授宣布了规则，
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人就赢，不管是谁赢，都得优雅地接受结果，这才叫骑士精神。他让两人做好准备，准备工作就绪后，他们站到了起跑线上。一名充当裁判的学生举起了手，喊道：“各就各位。”利奥绷紧肌肉，蓄势待发，开始！两人同时发力，向前冲去。杜兰挑衅地喊道：“小鬼，我先走了，加油，利奥！”卡尔攥紧拳头助威，切尔西则兴奋地蹦来蹦去。不过，塞利亚依旧满脸担忧。杜兰激活了灵气，金色的火花包裹住了杜兰的双腿，那是闪电灵气。杜兰以惊人的速度奔跑着，他绕指定地点一圈的速度可比利奥快多了。在旁人看来，利奥似乎败局已定，但就在这时，利奥突然朝着训练场的围墙猛地加速冲去。学生们惊讶地议论纷纷，塞利亚也瞪大了眼睛，心想：不会吧，他怎么能学得这么快？就在他暗自惊叹时，利奥眼看就要撞上训练场的围墙了，却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。利奥以惊人的速度冲向围墙，学生们忍不住尖叫起来。轰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利奥将力量集中在腿部，纵身一跃。他以围墙为跳板，回头看了一眼杜兰逐渐远去的身影，咔嚓！他这一跃的力量太大了，在墙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裂缝。随后，利奥继续追赶杜兰。利奥发动凤凰吐息，将灵气集中在双脚上。轰！砰！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让学生们吓了一跳。塞利亚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凤凰步，利奥不是还没掌握这个技能吗？砰砰！一连串的小爆炸响起，推动着利奥达到了惊人的速度。利奥耗尽了自己那为数不多的灵气，冲到了在了杜兰前面。我先走了，磨蹭鬼！利奥露出一抹坏笑，用力蹬地。砰！利奥！杜兰瞪大双眼喊道，努力想要跟上利奥。虽然两人之间的距离没有拉大，但杜兰已经跟不上利奥，不断增加的冲劲了。他们奔跑时，空气中满是利奥的灵气火焰和杜兰的闪电灵气。在这场扣人心弦的较量中，利奥率先冲过了起跑线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他快得不可思议，学生们都惊叹不已。呼！杜兰喘着粗气，狠狠地瞪了利奥一眼。利奥同样疲惫不堪，手撑着膝盖，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杜兰不是咱们年级跑得最快的吗？利奥居然赢了！我刚刚听见他还没有学会气步啊！卡尔惊叹道。接着塞利亚说道：“那不是气步，刚刚那是凤凰步。”站在一旁的艾因教授看到比赛结果，心中暗想：杜兰特使出了他的拿手绝技闪电灵气，提升了自己的速度。我确实预料到了这一点，但是那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。与此同时，尽管利奥速度稍慢，但他对灵气的操控更为出色。他将火焰灵气聚集并集中到双脚上，并且施展了一记威力强大的灵气步，那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运用方式。利奥对杜兰说，这场比赛很精彩，还提到如果是长跑比赛，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杜兰不想跟他友好相处，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艾因看到这一幕，开始想在这一代的弟子中，或许终于能诞生一位真正的英雄了。切尔西很快跑到利奥身边，说他真的很想和利奥一起训练。卡尔觉得自己被冷落了，纳闷为什么他就只盯着利奥，明明自己就在他旁边呢。接着卡尔转移话题，提议大家一起去咖啡馆，他请客。利奥表示歉意，但让他们先去，不用等他，然后便离开了那个区域。卡尔问他要去哪儿，利奥回答说他要去听听召唤课。塞利亚叹了口气，真不知道利奥心里在想些什么。骑士系的学生为什么听召唤课？在去听课的路上，有件事一直困扰着利奥，他纳闷为什么我偏偏得到了与精灵王的契约呢？奖励通常是和那个世界所有者的能力相关的。阿尔比教授是个纯魔法师，正常来讲，获得的能力应该和魔法相关才对。然而，利奥却被赋予了召唤的能力，要召唤精灵，还需要与召唤物相关的媒介。就召唤精灵而言，需要世界树的叶子。可是，在灾厄时代，所有的世界树都被厄瑞波斯毁掉了。现在要和精灵签订契约，就得前往精灵们居住的仙境。你也去上召唤课呀？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利奥一脸疑惑地转过身，看到一名女学生站在那儿。我想想，她肯定就是东部地区成绩最优的学生，是陈诗雅，对吧？是的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利奥，叫我诗雅就好。陈诗雅带着温暖的笑容，友好地交谈起来。我之前都不知道你在召唤魔法方面有天赋呢。利奥少爷，你擅长的领域是什么呀？目前我专攻精灵魔法，那我想咱们以后会经常碰面了。陈诗雅咧嘴一笑，伸出了手。微小的水滴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只名为温蒂妮的低阶水精灵。利奥少爷，你和哪只精灵签订契约了呀？我还没签订呢。陈诗雅会意地点点头。要是以后你在召唤精灵方面需要指导，随时可以找我哦，我很乐意帮忙的。利奥说道。好的，但是你几岁啊？我17岁了。利奥先生，你今年15岁了，对吧？我听到你和塞利亚女士聊天了。17岁？利奥一脸疑惑地看着陈诗雅。如梅伦学院的入学年龄范围是在14到17岁之间，所以这个年龄本身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陈诗雅身材娇小，模样很显年轻，她要说和切尔西一样大，我倒是能信，可居然大2岁。利奥少爷，你刚才是不是在想什么不礼貌的事啊？利奥调皮地回应着瞪大双眼的陈诗雅。没有啊。诗雅接着说，利奥和杜兰的那场比赛让他印象深刻，利奥很惊讶他居然看了比赛。诗雅说他当时就在人群里，还说希望有一天利奥也能接受他的挑战。利奥笑着说当然可以。诗雅听了笑了笑，
就在陈诗雅继续好奇的盯着他看的时候，上课了。和之前的骑士学课程不同，召唤课的学生明显少了很多。然而过了好一会儿，教授都还没出现。按理说教授这会儿应该到了呀，可还没来呢。陈诗雅一脸疑惑，利奥则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来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陈诗雅也朝天上看去，一只巨大的双足飞龙扇动着有力的翅膀飞了下来。好，双足飞龙降落在地面上，还扑腾着翅膀。哇！一只黑色双足飞龙，一个人从黑色双足飞龙上下来了，是一位女教授，身高大概1.7米左右。她把灰色的头发松松地扎成一个马尾辫，散发着一种野性的气息。她那紧身的皮装凸显出她曼妙的身材。1年级的同学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尤拉·马林。接下来这1年，由我担任你们的召唤课老师。很荣幸见到您，尤拉教授。所有学生齐声回应道。尤拉教授交叉双臂点了点头，他那丰满的胸部不经意间吸引了几个男学生的目光，他们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利奥心中暗想，她是那种与露娜和里希纳斯完全不一样的美女啊，这个脑子里灵感涌现啊。要是德维诺在这儿的话，他肯定会激动的失去理智的。好了，孩子们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召唤天赋的，对吧？尤拉教授一脸严肃地说，要是这儿有哪个大胆的学生明明有天赋，却还只把召唤术当辅修的话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神色，立马给我走人。尽管他这么说了，可没人挪动脚步。通过了入学考试的学生不太可能因为这话就被吓退，然后离开课堂的。没人要走吗？那我就当大家都准备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各位，陈诗雅举起手来，我们要去哪儿呀？那边。尤拉教授狡黠的一笑，指了一个方向，在另一边，助教们正领着一群施救呢，那儿就是我们的实践训练场地。他接着叫了他的助理教授卡洛，在卡洛的引导下，一支施救便迈步向前，朝着他们走来。学生们两一组骑着施救，兴奋地欢呼起来，挺有意思的。握着施救缰绳的陈诗雅兴奋地说道，得小心点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施救可不好驾驭呢。可他现在挺温顺，挺听话的呀，那是因为他现在处于教授的控制之下呢。利奥一边观察着骑在黑色双足飞龙上带路的尤拉教授，一边回答道，以教授的脾气，他应该不会长时间约束这些施救的。嘎啊！利奥话还没说完，施救突然吼叫起来。不只是利奥和陈诗雅骑的这只施救，之前那些乖乖听学生话的施救，这会儿全都发狂了。陈诗雅惊慌失措，试图控制缰绳，可施救根本没有要平静下来的迹象。教授，救命啊！其他学生也都开始恐慌起来。骑在黑色双足飞龙上的尤拉教授却笑了起来，连只施救都驾驭不好，你们还敢自称是这所学院的学生？让我看看你们的掌控能力。施救突然一动，震得陈诗雅抓缰绳的手一松，她的身子从鞍座上微微弹了起来。不过毕竟她主修的是骑士学，很快就重新找回了平衡。利奥伸出右臂揽住陈诗雅的腰，把她往自己身边拉近了些。施救自尊心很强的，想用强力去压制他们，只会让他们更暴躁。利奥用左手轻轻地操控着缰绳，刚才还在激烈反抗的施救，在这熟悉的触感下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渐渐平静了下来。尤拉教授也注意到了，那个学生驾驭施救的本事可真厉害。那是谁啊？哦，那是利奥·普洛夫。利奥·普洛夫就是那个学生代表，我听说他打算主修骑士学呢。他驾驭施救这么厉害，难道自己养了施救？不是的，他来自一个小王国的贵族家庭，不过他家可不是那种养得起施救的人家。卡洛认真地回答道，还特意又核对了一下学生名册。这么说，是天赋使然了。尤拉教授眼睛一亮，舔了舔嘴唇。他们骑着施救抵达的目的地是位于一片广阔湖泊中的一座大岛，那湖泊大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海，湖面上零零散散分布着好几座这样的岛屿，所以这里经常被用作实践训练场地。利奥正拿出一块水果准备喂施救的时候，突然停住了。他看到一根很大的灰色羽毛落在水果上。这是什么？利奥少爷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利奥不动声色地把羽毛装进了口袋里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学生也都到岛上了。大多数学生骑完施救后都显得疲惫不堪，有些学生的驯服能力很出众呢。你们还要摊多久呀？大家都过来集合！尤拉教授面带满意的笑容喊着，学生们很快就聚到了一起。尤拉教授看着排好队的学生们笑了起来。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实践考试，第一天就进行实践考试。为什么别的课程都是临时安排的，就只有我们班要考呢？看着满脸惊讶的学生们，尤拉教授认真地说道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没决心的就别来上课。你们觉得咱们这个领域能和其他2个领域一样吗？面对他的提问，学生们都默不作声。如果你们要钻研召唤术，就应该清楚，召唤可不单单是对魔力敏感度的问题，要和精灵签订契约，必须得与他们有亲和力，而要控制魔兽，则需要驯服技能。尤拉教授大幅度地做着手势，所以召唤师的数量比起骑士或者魔法师来说要少得多，因此咱们这个专业诞生的英雄数量也很有限。学生们面对这无可辩驳的说法，都咬了咬牙。但是成为英雄的召唤师所取得的成就，可比其他专业的人更了不起呢。他一脸骄傲地大声说道，你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想成为那种英雄吗？没错。看到学生们立刻就有了干劲，尤拉教授露出了满意的神情。这时
一位银发女学生举起了手。那么我们第一天的实践考试要考什么呀？问得好，伊丽莎、赫金。在这座岛上有卢梅伦学院管理的魔兽，对于召唤师来说，这些魔兽就相当于武器。我们要考核你们的驯服能力。尤拉朝着森林的方向指了指，从这片森林里驯服一只魔兽，然后带过来。你们的分数会根据所驯服魔兽的种类来定。听到考试的具体内容后，伊丽莎又问道：“我们需要既驯服又签订契约吗？”尤拉对着伊丽莎的疑问笑了笑，回答道：“要是你能成功签订契约，那只魔兽就归你了。”不愧是卢梅伦学院啊，认可课堂上签订的契约呢。所有学生都兴奋起来，纷纷往森林里跑去。最后，一直盯着森林看的利奥抬脚开始往里走了。哦，学生代表先生。利奥回头看向伊丽莎：“我听说你在骑士课上挺厉害的，在召唤课上我也能期待看到同样精彩的表现吗？”伊丽莎带着一丝得意问道。利奥只是耸了耸肩：“我会尽力的。”看到利奥如此淡定地回应自己的挑衅，伊丽莎露出了厌烦的表情。利奥走进森林后，尤拉教授笑了起来，看起来那些家伙会成为1年级的关键人物。有些学生看着利奥往森林深处走去，一脸疑惑。虽说他们在森林里吵吵嚷嚷地探索着，但大多数人都不敢往太深的地方去。随他去吧，他可能觉得要是在这儿搞砸了，还可以转去骑士课程呢。几个学生笑了笑，就没了兴趣。利奥走到森林更深处后，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确定附近没人后，他拿出了刚到岛上时发现的那根灰色羽毛。果然，这时利奥眼中闪过一丝光亮，释放出一股灵气，灰色的灵气渐渐燃烧起来。这正是利奥所掌握的凤凰吐息之力。灵气火焰转移到羽毛上，使得羽毛燃烧得越发猛烈了，然后羽毛化为灰烬飘散了。难道这根羽毛来自凤凰？这片森林里难道有凤凰？凤凰作为最强大的魔兽之一，出了名的难签订契约。一道耀眼的深红色火焰在利奥头顶闪烁起来，强光刺得利奥睁不开眼，炽热的高温让他赶忙护住自己。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后，利奥一脸惊愕。那强烈的火焰很快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鸟，它每扇动一次翅膀，火焰就随之舞动。利奥施展灵气火焰屏障来保护自己。看到利奥的举动，凤凰开口说道：“那是泽丁格的火焰吗？我还以为会是蕾娜的火焰呢。我闻到了熟悉的火焰气息，就过来看看，结果不是她的。难道我弄错了？”听到这话，利奥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认识我母亲？你母亲？”凤凰瞪大了眼睛，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：“没错，看来我没完全弄错。是的，如果她有孩子，年龄应该和你差不多。”强烈的火焰渐渐平息了下来。呵呵，我认不认识你母亲？当然认识了，你母亲蕾娜是我的恩人。凤凰拍打着她美丽的翅膀，落在了利奥面前。蕾娜的小儿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利奥·普洛夫。好的，利奥，我叫皮丽娜。你和我母亲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之前说她是你的恩人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面对利奥的提问，皮丽娜微微一笑。蕾娜救了我的契约者艾伦·伦德的命。艾伦·伦德？皮丽娜的话让利奥吃了一惊。伦德家族在精灵族中可是英雄辈出的显赫家族，而且艾伦还是伦德家族的族长，是一位被载入英雄名录的英雄。有一天，艾伦被派去清理一个英雄地牢，任务失败了，他所有的同伴都死了，他自己也奄奄一息。就在那时，蕾娜救了他。皮丽娜回忆着往事，带着一丝苦涩的叹了口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蕾娜失去了她的火焰之力，要是没发生这事，她或许就能成为英雄了。我母亲从来不会纠结于过去，她总是觉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看来她还是老样子啊。皮丽娜带着温和的笑容说道。利奥问道：“不过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”是应卢梅伦学院院长加里安的邀请来的，不过具体原因我不能说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座岛上啊？骑士学院1年级的学生不应该在别的地方吗？皮丽娜原本以为身为蕾娜的儿子，利奥自然是在骑士学院就读的。我也报名了召唤课。什么？皮丽娜先是一愣，随后察觉到利奥身上环绕着一股微弱的魔力气息，虽然他的魔力很弱，但潜力非凡啊。皮丽娜估量着利奥的潜力，笑了起来。呵呵，这肯定是命运的安排啊，我终于能偿还你妈妈的恩情了。利奥，伸出手拿着这个吧。在利奥面前，一团深红色的火焰舞动起来，火焰消散后，出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金色蛋。利奥不禁瞪大了眼睛，一颗凤凰蛋。皮丽娜说这是她的孩子，希望有一天等利奥成为伟大的召唤师时，他们能签订契约。利奥问现在能不能签订契约，皮丽娜问他什么意思，结果利奥又开始释放灵气，这可又把他吓了一跳，让他赶紧停下，说这样可能会没命的。皮丽娜觉得利奥很快就会放弃，但利奥却让他失望了。利奥闭上眼睛，集中精力，利奥的意识开始飘忽起来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被黑暗包围了。这是一个接受顶级精灵考验的空间，本质上，这是一个用来评判契约者是否合格的试炼世界。在未出生的凤凰所在的这个世界里，只有燃烧着的深红色火焰。利奥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，火焰回应着他的触碰，将他包裹起来，开始猛烈的燃烧。凤凰以自焚来释放强大的火焰，在此过程中要忍受无尽的痛苦。他承受痛苦的能力，正是他成为最强大精灵的原因。与这种精灵建立联系的基础在于理解，要和凤凰建立契约，就必须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。这正是和凤凰签订契约格外困难的原因所在啊！
利奥疼得皱起了眉头，面部表情都扭曲了。只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才能战胜这场试炼。皮丽娜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强烈的火焰被吸回了金色的蛋里，咔嚓，蛋的表面出现了一道裂缝。皮丽娜惊愕地愣住了，她成功了！火焰全部收回后，利奥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一瞬间，他红色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深邃的深红色。扑通，利奥疲惫不堪，身子一软，大口喘着粗气，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，但脸上却挂着自信的笑容。我成功签订契约了，哈哈哈！皮丽娜放声大笑，太不可思议了，了不起啊，利奥·普洛夫，你真是个天才！像你这个年纪的召唤师，能驯服凤凰蛋，如果这都不算天才，那什么才算呢？你生来就具备召唤师最优秀的资质。皮丽娜由衷的笑着，利奥则挣扎着站起身来。幼凤凰到底长什么样呢？哪怕是上辈子作为凯尔的时候，他也从没见过刚孵化的凤凰。噼里啪啦，他要孵化了，我的孩子！裂缝在蛋的表面蔓延开来，啪！金色的碎片四处飞溅，就像一件玻璃艺术品破碎了一样。利奥看着从破碎的蛋里孵出的凤凰，表情有了些许变化。一只小鸡，刚孵出来的凤凰和小鸡长得特别像。接着伴随着一阵火焰，皮丽娜变成了人形，温柔地把她的孩子捧在手里，从利奥那儿接了过来。这孩子叫菲奥拉。利奥，虽说你成功签订了契约，但他还太小了，所以我先照顾他一阵子。虽然刚孵化出来，但菲奥拉不愧是凤凰，用他小小的喙在利奥头上啄了几下，然后就心满意足地呆着了。这真的是凤凰吗？我怎么觉得更像只小鸡呢？画面一转，尤拉教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时钟，意味着规定的3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我看看，只剩4个学生了，剩下的这几个学生正是尤拉教授满怀期待的。咚咚，地面突然晃动起来，把学生们吓了一跳。一只巨大的蓝色熊从附近的灌木丛里钻了出来，蓝色熊走到尤拉教授跟前，趴了下来。陈诗雅从他背上下来了。教授，时间还没到吧？接着一个黑影从他头顶飞过，他从熊背上下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沃登带回了一只暗影鸭。尤拉说，这可真厉害，就连他家族里有些人都觉得暗影鸭很难驯服呢。不过提醒沃登还没和他签订契约，又说这也没关系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这时其他学生尖叫起来，我们看到一条巨大的蛇，伊丽莎骑在蛇头上，朝着尤拉这边蜿蜒游来。伊丽莎说她已经和蛇签订契约了，因为他们家还没有这种召唤兽呢。这时卡洛说道，教授，时间到了，正巧最后一名学生也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利奥从附近的灌木丛里走了出来，一只红色的小鸟在利奥头上欢快地叫着。噗，你就驯服了只小鸡啊，在召唤学上碰壁了吧，这么快放弃了？一帮同学七嘴八舌地嘲笑着他，而尤拉教授却惊讶地盯着利奥，这疯子不会是驯服了只凤凰吧？画面一转，夜幕已然降临，利奥正要和陈诗雅一起离开教室。教授找你呢。卡洛走过来通知他。利奥来到了教授的办公室，到了之后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声简短的请进，利奥便走进了房间。虽说尤拉教授平时是个随性的人，但他的办公室却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尤拉教授斜倚在办公桌前，朝对面的椅子做了个手势，请坐。利奥刚一坐下，尤拉教授便开口说道，你知道吗，利奥，那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幼凤凰呢。事实上我之前都不知道召唤师岛上有凤凰存在，而且还是一名新生和凤凰签订了契约，这在学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利奥·普洛夫，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。尤拉教授突然抱住利奥，大叫道，你是个召唤天才，一个前所未有的天才。然后他又语气严肃地说道，眼下最好先把你和凤凰签订契约的事保密，要是传出去了，可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呢。临时课结束的那天，你一定要选召唤学为主攻科目，你具备成为一名流芳百世的召唤英雄的天赋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利奥和卡尔一起前往魔法楼去上魔法课。哦，克洛伊。卡尔朝走在前面，胳膊下夹着一本魔法课本的克洛伊挥了挥手，哈喽，利奥，卡尔。哈，欠。卡尔说他看起来挺累的。克洛伊说自己昨晚熬夜看魔法书了。利奥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，对克洛伊说他掉东西了。克洛伊想起开学那天和利奥撞了一下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感谢了利奥。卡尔问利奥来魔法课干什么，利奥说因为现在还在临时课期间，他想尽可能多上些课。卡尔说自己想当魔法师，所以只听魔法课，然后告诉利奥旁边这个冷冰冰的女生是克洛伊，她正瞪着卡尔呢。卡尔说这儿有点冷啊，起身说要去后排坐，结果面前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冰墙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然而克洛伊动作很快，一把揪住了卡尔的耳朵，你打算去后面打瞌睡是吧？作为魔法系的学生，上课就得认真听讲。接着我们听到切尔西喊利奥，这让利奥挺惊讶的，他转过身看到他和阿巴德正朝他挥手呢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快速从教室外趟了进来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，十分帅气。当他站到讲台中央微笑着的时候，好几个女学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各位一年级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雷恩·霍尔斯，今年将由我来担任你们魔法理论课的老师。雷恩做了自我介绍后，教室里响起了掌声。雷恩教授接着说道，今天我们先从魔法理论的概述讲起，不过在这之前，啪！雷恩教授打了个响指，嗖，一张张纸开始在教室里飞舞起来。
一沓沓纸精准地落在了每个学生的面前。在正式上课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魔法理论测试。第一天就考试，这也太苛刻了吧！教授，抱怨声顿时四起，有些女学生甚至试图用撒娇的方式让教授改变主意，要是达不到标准的话，就不许参加任何魔法主修课程了。原本欢快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雷恩教授打了个响指，一个大沙漏在空中出现了。但是如果你们连这种水平的考试都通不过，那你们就没资格在卢梅伦学院学习魔法。你们有1个小时来完成考试，做完的试卷交给安娜助教。安娜挥着手告诉大家，考完后把试卷交给她就行。利奥拿着卷子寻思，这真的是当下的魔法趋势吗？纳闷为什么这玩意儿这么复杂，就好像是现在教给孩子们的新数学一样。大家都开始尽全力答题，把能写的都写下来。沙漏里的沙子不断滴漏下，时间一点点过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说这比想象的容易，但最后一道题他们都不会做，因为除了那道题之外的其他题他们都解出来了。利奥的情况则恰恰相反，他只解出了1道题。他意识到来这之前真应该多学学现代魔法，紧张的把试卷交给安娜后便离开了。他决定要自学魔法了。时钟归零后，雷恩教授说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，魔法公式发展得很快，因此曾经需要深刻理解才能施展的魔法，现在只要记住触发条件就能施展了。雷恩教授伸出手，用魔力激活了一个魔法，他打了个响指，驱散了那个魔法，魔法能量的碎片朝4面8方散去。魔法咒语的这种进步导致魔法师的水平下降了。他这突然的论断让学生们都吃了一惊。雷恩教授把双手举过头顶，在空中召唤出了大量的魔法公式。这就是我创造的魔法公式的精髓，这可不是大家学的那种常规的激活公式，这完全是我自己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。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研究属于自己术式的魔法师，所以才会有这场考试。实际上这次考试有49道题，每题1分，还有1道题分值是51分，希望大家能成为解开最后1道题的大魔法师。切尔西说，难怪那是他唯一解不出的题，但他纳闷利奥不在座位上了，是不是放弃了？他原本还想和他一起上课呢。雷恩教授目光专注地看着学生们，这时安娜朝他走了过来。教授，有个学生答对了第50道题，他考了满分。任教授着实吃了一惊，站起来让我看看是谁。安娜告诉他那并不是满分。雷恩说，看来是因为花了太多时间解最后那道题，所以其他一些答案没写对，挺可惜的，但他还是让解出那道题的人快点站出来。这时安娜把答题纸递给了雷恩教授。雷恩教授看着那张空白的答题纸，神情严肃地问道，这学生是谁啊？安娜说，那是学生利奥普洛夫。雷恩教授说道，利奥普洛夫同学请站起来。切尔西举起手说，利奥考完试之后就离开了。利奥的试卷静静放在课桌上，醒目的51分显示他是第1名。哈哈哈哈哈！笑声在位于街道起始处的咖啡馆露台上回荡着。塞利亚笑得前俯后仰，捂着肚子，笑完之后眼睛里都笑出了泪花。所以你就只答了1道题，然后就翘了魔法课？塞利亚笑完之后恢复了镇定后说道，在召唤课上召唤出一只鸡，在魔法课上只解出了1道题。利奥，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不太对吧？你不是专攻骑士学吗？你就专心练剑术吧。利奥面无表情，喝了一口果汁，对着塞利亚说道，那咱们来进行体能训练怎么样？塞利亚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在其他人看来，利奥的体能训练简直就是一种折磨。突然一个声音传进利奥耳朵里，我明白了，所以你原来是个骑士专业的学生啊。利奥惊讶地转过身，发现竟然是雷恩教授。雷恩问他是不是那个在课堂上搞怪的人，还问他为什么只答了1道题就离开了，又问他是不是觉得其余的题太简单都不值得回答。利奥赶忙解释道，教授，我觉得这是个误会，我以为我没通过考试呢。听到这话，雷恩教授仔细打量着利奥的脸，他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，但他为什么不答其他的题呢？最终利奥小声说道，我在家自学魔法咒语，可我手头只有很古老的魔法书籍，所以我只学了过时的魔法公式，我都不知道现代的魔法公式这么复杂，我很惭愧，是我小瞧了魔法专业，所以没能来上课。雷恩莫名其妙地把利奥举到空中，然后说了一句，你跟我来一下，拽起来利奥就跑。安娜助理教授这时突然跑过来问道，塞利亚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雷恩教授呀？或者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事呢？塞利亚回答道，他刚刚还在这里呢，但他突然抓住利奥，然后把利奥拽走了。安娜听完急忙追了出去，哎呀，那个疯子，他这次又打算干什么啊？画面一转，雷恩教授拿起一支粉笔，在准备室的小黑板上写了一个魔法公式，试着解一下这个。雷恩教授猜测，利奥已经在构建他自己的魔法世界了。通过观察解题的过程，就能了解一个魔法师的魔法理念，看看他会用什么解读方法。雷恩教授目光炯炯地看着站在黑板前的利奥，随着粉笔每一次落下的声音，雷恩教授都感到一阵兴奋。利奥写下正确答案后，转过身来，我写完了。雷恩教授却看不出利奥解题的思路，这是因为利奥是在心里解读出了这个复杂的魔法公式。接着画面跳到了走廊，阿尔比在走廊里走着，雷恩则满脸兴奋跑向阿尔比。雷恩一把抓住阿尔比的腿，
谢谢你啊，前辈，你给了我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。阿尔比像甩开一个累赘似的，把雷恩教授甩到空中，然后指着雷恩说道：“这又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胡闹了，但你今天做的太过分了。”雷恩坚称利奥是个魔法天才，而且阿尔比推荐的这个学生是个十足的天才。阿尔比很困惑，可他不是骑士系的吗？不是的，利奥应该进魔法系才对。雷恩教授夸张的比划着，骑士系的魔法天才？哦，拜托，这想法太荒唐了，他可不适合舞刀弄剑，把这样一个学生送去主修骑士专业，那简直是对魔法的亵渎啊！前辈，阿尔比把雷恩扔回地上，安娜跑过来接住了他。雷恩谢了安娜，安娜却一脸生气，说他们现在得回教室上课，还说总有一天他要杀了雷恩。一周后，在临时课程结束的时候，利奥在屋顶上看书，书的标题是《开始的英雄凯尔》，真的是个骗子吗？看了一会后，利奥重重合上书，然后坐在屋顶边缘，思考着要选什么专业。画面一转，三个人在走廊里跑着，然后闯进校长办公室。艾因教授拿出一份申请表，只见申请表上写着专业申请，姓名利奥·普洛夫，班级5班，申请专业骑士学、魔法学、召唤术。艾因对着校长说道：“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情况，从卢梅伦学院建校以来，甚至在其他英雄学院里，他都是头一个。”加里安笑了，这让他想起了那个虚构的英雄。三位教授问加里安在说谁，加里安说第5位伟大英雄，也就是开始的英雄凯尔，是历史上唯一精通所有专业的人。回到训练场，切尔西和西利亚在跑步。卡尔纳闷，他们周末在这儿干什么？利奥说切尔西请他当教练训练他。卡尔问利奥，那他们为什么只是跑步呢？他们的武器在哪儿？利奥说有比武器更重要的东西。塞利亚气喘吁吁地告诉卡尔，那就是体力。切尔西说体力是战斗法师最重要的方面，这就是他们跑步的原因。他让卡尔让开，因为他想坐在利奥旁边。坐下后，切尔西说周末很久没跑步了，感觉真好，他很怀念这种感觉，还想和利奥一起跑步。利奥问切尔西是不是认真的，塞利亚听到后一口水喷了出来。利奥转向塞利亚说道，我本来就打算和你一起跑步的，你得好好跑才行。我说了，不会和你一起跑。尽管塞利亚强烈反对，利奥却没把他的话当回事。话说回来，塞利亚，你和利奥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俩怎么这么亲近呢？我还以为你们俩是情侣呢。卡尔好奇地问道。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关系的切尔西也竖起了耳朵，别乱传谣言啊！利奥和我是表亲，他是我姑姑的儿子。什么？利奥是泽丁格家族的人？准确来说，他不完全算是泽丁格家族的，这是家族内部的事，你们就别打听了。塞利亚笑着回应道。那么现在正式开始吧。利奥转头问卡尔，卡尔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啊？我挺感兴趣的，不过不巧的是，我马上得去卢梅里亚了。目睹了利奥严格的体力训练后，卡尔立刻开溜了。利奥刚拽着塞利亚去训练了。现在到了班级分配的日子，所有学生都在好奇自己会被分到哪个班。利奥走进了105班，卡尔边朝他招手边说，利奥，这里。利奥骑到桌边问卡尔，什么？你早就知道是5班了？卡尔笑着回答，我可是万事通啊。利奥看到趴在桌子上的切尔西说道，切尔西也是同班啊。累得直发抖的切尔西有气无力地说道，利奥哥哥你好。卡尔问利奥让他做了什么，把切尔西累成这样。利奥说只是一些基础训练。切尔西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和利奥一起训练了。这时有些学生开始嘲笑他们，说5班就是个痛苦之班，还好奇第1学期结束后这个班能剩下几个人，说他们都挺可怜的。突然一个男人声音传来，可怜？要我说，在我眼里你们俩才更可怜呢。刚才还在调侃他们的同学回头一看，吓得瑟瑟发抖。男子接着让刚才的2个学生搭成人椅，2个学生连忙答是，然后开始接受惩罚。男子走了讲台前坐下，然后开始讲话。小虾米们，大家好！在10个班级里，你们这批学生入学考试的平均分是最低的。我是哈林德·埃德蒙，你们的班主任。你们应该听过我的传闻了吧？通常情况下，他教的都是4、5年级的高年级学生呢。他可是有着悲叹之强的名号，他创下了卢梅伦学院开除学生数量最多的记录。然后接着问道，有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主动来当这个班的老师？卡尔举手说道，会不会是为了帮助我们提高成绩？哈林德教授严厉地看着伊卡尔。卡尔托马斯，这是成绩垫底的人才会给出的典型答案。在这个差劲的班级里，难道就没人明白卢梅伦学院学生的职责吗？切尔西举起了手，是通过实践任务去征服英雄世界。正确，哈林德教授冷冷地说道。但我看到的只是一张张一进入英雄世界就会立刻死翘翘的人的脸，最好把那些只会拖同伴后腿、提前送死的可怜虫开除掉。这就是我决定负责5班的原因。说完这番话，哈林德教授把班里的人扫视了一遍。我要说的就这些了，现在开始进行战斗训练，大家去换上运动服，然后到训练场集合。哈林德教授说完就立刻走出了教室。学生们换上运动服后朝着训练场走去。哈林德坐在椅子上说他要开始上课了，这堂课旨在纠正学生们已经养成的臭毛病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生命如此轻易的消逝，你觉得什么能拯救你们呢？哈林德问道。内拉、卡文回答说是身边可靠的同伴。哈林德教授告诉他们，不是同伴，而是他们自身的能力。当他们磨练自身技能，使其能在各种危险中发挥作用时，那时才能开始考虑帮助同伴。他问内拉是否对自己保护同伴的能力有信心。另一个女生举手说她有信心做到。
哈林德教授告诉他，想看看他作为魔法骑士的能力，让他制造一个火球。伊利亚娜立志成为一名双职业的魔法剑士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造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。哈林德问：“就这些本事吗？凭那个火球，他怀疑连只蚂蚁都杀不死。”伊利亚娜把另一只手放在上面，说她可以往里面注入更多魔力，于是一个小火球变成了2个巨大的火球，甚至把脚下的地面都烧焦了。哈林德说他不仅增强了威力，还让火球体积翻倍了，这挺令人印象深刻的。哈林德召唤出了一个名叫希尔弗的风精灵，对伊利亚娜说：“用那个厉害的火球打中这个家伙吧。”风精灵调皮的按了一下伊利亚娜的鼻子，然后轻盈的跳开了，这把伊利亚娜惹恼了。他开始扔火球，试图击中他，但这个小精灵实际上速度非常快，轻松躲过了所有火球。哈林德问：“如果连东西都打不中，增加到2个火球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们终于感觉到了吗？你们所有人所欠缺的正是有效运用自身技能的能力。在你们抓住这个小精灵之前，这堂课不会结束，使出你们的浑身解数吧，卢梅伦的学子们。”利奥心想，哈林德的话虽然说得很难听，但他说的都是事实，自己也去试一下吧。哈林德罗德看着利奥，很期待看看利奥是像虚构英雄凯尔那样徒有其表，还是真的能诞生一个全能英雄。学生们都跃跃欲试的想要抓住希尔弗，然而却没人能成功。嗖！一股火焰灵气喷涌而出，一直站着没动的利奥朝着希尔弗冲了过去。希尔弗试图慢悠悠的逃走，但利奥加快了速度，拉近了距离，伸手去抓他。希尔弗迅速躲开了，火焰从利奥的手背涌起，挡住了希尔弗的去路。希尔弗似乎早有预料，在空中转了个身。突然，嘶嘶，伴随着一道火花，一道金色的灵气闪现出来，笼罩住了希尔弗。砰！希尔弗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一只手抓住了。咚！落在地上的一名男学生杜兰瞪着利奥，啪啪啪！太棒了，杜兰同学，这才是尖子生该有的本事啊！看来我们一班得给你们好好上一课了。哈林德疲惫地看了一眼穿着花哨的这位中年教师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要代替我来上课吗？我提议1班和5班来一场比赛，你们不会退缩吧？哈哈哈！赛德根召唤出一个球体，卢梅伦学院战斗研究课的传统项目之一，我们就用巴斯特拉比赛来定胜负。哈林德很惊讶，说：“果然赛德根是个天才，通过实际体验来学习是最好的。”赛德根一脸自信地告诉哈林德，这场比赛自己班上的学生赢面极大。哈林德神色淡然，只是轻轻摆了摆手，说他并不在意比赛结果，让赛德根接着安心去教课便是。赛德根瞧着哈林德那副淡定样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论教学自己也不差，咋毕业投票老是输给他呢？紧接着哈林德豁然起身，目光扫过众人，高声宣布要给大家一个锤炼技能的契机，与1班来一场巴斯特拉对决，还撂下狠话，如果输了所有人都要被开除。众人听闻此言，顿时面露惊色。内拉不禁质疑，忙问他是否当真，毕竟今天才刚开课。伊利亚娜也附和道：“1班可有3位尖子生呢。”哈林德却神色坚定，沉声道：“所以你们努力超越自己的极限吧。”哈林德继而开口，目光扫过众人，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解：“你们究竟在担心什么？咱们班不是有全职新生代表吗？利奥，你挑6名代表一起去参加巴斯特拉比赛。”利奥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一眼就瞧出这是一场考验。再瞅瞅哈林德教授的眼神，利奥感觉得出来，教授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反感。才入学1周，5班就有好些同学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一点斗志都没了。利奥心里明白，哈林德教授大概率是想让他出面，把5班这些士气低落的同学带出困境。毕竟这场巴斯特拉比赛，说不定就是个让5班重新抖擞精神、提升气势的好契机，就看他们能不能抓住机会，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比赛场外，利奥环顾四周，看着同学们一张张满是惧意的脸，不禁开口问道：“大家怎么都这么害怕？”切尔西微微皱眉，看向利奥解释道：“你可能之前没听说过巴斯特拉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运动，它是实打实的格斗竞技，在咱们卢梅伦学院有着久远的历史，一直都是备受重视的传统项目。”利奥微微一怔说道：“那又如何？还不是球类比赛吗？”一旁的卡尔赶忙补充：“乍一看确实容易让人误会，可实际上这巴斯特拉危险得很，是个非常危险的球类运动。”塞利亚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切尔西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哟，切尔西，我瞧你这畏畏缩缩的样子，是为啥啊？怎么，难不成你已经准备好坦然接受失败，当个手下败将了？”切尔西一听这话，脸上瞬间涌起一股不服气，他挺直腰杆，眼神坚定地反驳：“哼，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，我才不怕呢，我绝不会输给你，你就等着瞧吧。”利奥见状，快走2步，伸出双臂，一把搂住切尔西和卡尔，语气坚定有力，仿佛带着千钧之力：“别怕，咱们班齐心协力，绝对不会输给1班。”塞利亚下巴微微扬起，带着几分挑衅：“利奥，你就等着，好好见识见识我特训后的厉害吧。”克洛伊也在一旁附和，眼神中透着倔强：“这次我肯定不会输。”赛德根抬眼望向众人，洪亮的声音在场地中响起：“好了，各班参赛的同学，是时候前往竞技场了。”利奥环顾四周，目光中带着几分探寻，高声问道：“谁愿意和我一起并肩作战？”切尔西和伊利亚娜站出来，说要让1班知道厉害。伊利亚娜宣称，要是输了意味着被开除，那他就算带着怨气也要赢，要让哈林德教授看看自己的本事。一旁的内拉深吸一口气，眼神中透着坚定，稳步上前。与此同时，
班里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也受到鼓舞，跟着站了出来。利奥扫视一圈，嘴角上扬，带着几分笃定地说：“最后一个名额肯定是卡尔的。”卡尔一脸疑惑，脱口而出：“为啥呀？”利奥没有解释，转身面向赛德根，中气十足地喊道：“教授，5班已经准备好了。”赛德根满意的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他弯腰捡起脚边的球，轻轻往上一抛，那球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，直直地向着高空飞去，越飞越高，仿佛要冲破云霄。众人纷纷仰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不断上升的球，满心期待，都在暗自揣测接下来这场激烈的对决究竟会如何拉开帷幕。比赛一开始，其他人似乎更有信心能赢。赛德根宣布比赛开始。杜兰和利奥借助灵气跃向空中，杜兰手臂长，先拿到球，接着借助闪电灵气落回地面。赛德根说：“一般先攻。”利奥跳回己方这边，让一个叫泰德的同学给他解释规则。泰德说：“巴斯特拉的规则比想象的简单，要往球里注入灵气，然后不用手和脚把球射进球门，先得11分的队伍获胜。”有人大喊，让大家做好准备。只见杜兰攥紧拳头，闪电灵气闪烁。卡尔准备防守球门，杜兰向前击球，球朝利奥飞去，利奥往旁边躲开，球弹到地上，把地面震裂了。然后直接飞进卡尔身后的球门里。利奥落地后盯着球，一班的人为杜兰欢呼，5班的人则垂头丧气。泰德说：“看来教授要把大家都开除了。”利奥问：“怎么拿到球权？”泰德说：“有3种情况：球在对手回合出界时，己方抢到球时，还有……”但还没说完，内拉大喊：“让大家躲开！”利奥和泰德转身去看，只见球击中了伊利亚娜的胸口。塞利亚嘲笑他们，让他们专注比赛。泰德接着解释规则：不能直接攻击或阻拦对方球员，及己方队员失去行动能力时，唯一能攻击对方的方式就是用球本身。利奥感谢解释，捡起球说：“现在轮到我们了。”这时比赛状况积分板上显示伊利亚娜已失去行动能力。老师们在一旁看着，赛德根陷入沉思，说在人类家族中，拥有高破坏力火焰属性的球员在巴斯特拉比赛中有很大优势，泽丁格家族的火焰是最强大的。赛德根眉头紧锁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明知道塞利亚·泽丁格在我们5班，却还是接受了比赛。我不清楚你打的什么主意，但你们班要想赢，那可是难如登天。”哈林德仿若没听见赛德根的牢骚，旁若无人地打了个哈欠，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格外刺眼。赛德根见状，心头火起，忍不住提高音量，冲他喊道：“哈林德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说话呢。”哈林德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眼皮都不抬一下，慢悠悠地开口问道：“赛德根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教的第一个学生，就是那个来自泽丁格家族的孩子？”赛德根微微一怔，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不假思索地回应道：“我当然记得，那可是声名赫赫的巴斯特拉女王蕾娜，她当年在赛场上的风采，至今让人难忘，我怎么可能把她给忘了？”哈林德嘴角轻轻上扬，勾勒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不紧不慢地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：“你知道吗？蕾娜的孩子如今就在我班里。”什么？赛德根像是听到了一声惊雷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脸上满是震惊与错愕，嘴巴微张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镜头转回到学生们这边，此刻他们的脸上满是沮丧与绝望，已然做好了迎接失败的准备。有个学生低垂着头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，喃喃道：“我们已经完了，好不容易考进卢梅伦学院的。”就在众人灰心丧气之时，突然一抹绚丽的火焰映入眼帘，惊得他们瞬间瞪大了眼睛，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。塞利亚眼中闪过一抹异彩，高声喊道：“快看，利奥这家伙好像终于开始发力，动真格的了。”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利奥周身光芒涌动，磅礴的凤凰吐息灵气呼啸而出，炽热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，仿佛要将周围的空气点燃。塞利亚见状，赶忙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大家都小心了！利奥下一次攻击肯定不同凡响，千万别掉以轻心！”利奥眼神锐利如鹰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收回拳头，全身的力量汇聚于手臂，紧接着他大喝一声，将手中的球径直朝着球门用力掷出，球在空中划过一道耀眼的弧线，呼啸着向前飞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冰蓝色的光芒在球的前方亮起，眨眼间，一堵高耸入云、坚如磐石的巨大冰墙拔地而起，生生挡住了球的去路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克洛伊，他双脚稳稳地站在地上，双手向前伸展，眼神坚定地直视着前方，大声说道：“哼，只要我克洛伊还在这儿守着，就别想轻易进球。”利奥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克洛伊，我想你想说的是能得分吧？”说着，他身形一闪，如鬼魅般出现在克洛伊的身后，速度之快让人来不及反应。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，利奥再度高高跃起，身姿矫健如苍鹰。此时球依然在冰墙内熊熊燃烧着，火焰与冰墙相互碰撞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利奥瞅准时机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一拳砸向球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球裹挟着无尽的力量，瞬间冲破冰墙的束缚，如炮弹般飞射而出，直直地飞进了球门里。赛德根目睹这一幕，不禁由衷地赞叹道：“利奥这孩子战斗水平简直高得惊人啊！在这瞬息万变的赛场上，还能想出如此精妙的策略，了不得！”一旁的哈林德听到这话，脸上早已堆满了得意的笑容，那神情仿佛在说，他早就知道利奥有这般能耐。一时间，人群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，欢呼声、呐喊声如潮水般汹涌澎湃，
大家纷纷振臂高呼利奥的名字。塞德根看着这热闹的场景，微微点头，感慨道：“这下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之前的都只是开胃小菜，这场比赛从现在开始才算是真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了。”赛场上局势愈发紧张，轮到塞利亚发起进攻了。他目光如炬，紧紧盯着球门，脚下步伐灵动，迅速带球朝着球门冲了过去。卡尔眼神一凛，毫不犹豫的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刹那间，地面剧烈颤抖，一道厚实坚硬的土墙拔地而起，稳稳地挡在了球的必经之路上，成功拦下了塞利亚的这波攻势。切尔西瞅准时机，迅速调整站位，双手聚集魔力，光芒闪烁间，紧接着他娇喝一声，用力将球朝着对方半场射了出去，球带着呼啸的风声，如离弦之箭般飞了出去，气势十足。比赛继续白热化的进行着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没过一会儿，变故突生，杜兰身形如电，快速穿梭在赛场之上，手中的球被他的灵气包裹，威力大增。他瞅准正在前方防守的泰德，猛地发力，将球狠狠掷了出去。泰德躲避不及，被球结结实实地击中了肚子，闷哼一声，痛苦地弯下了腰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利奥也抓住机会，在赛场的另一侧发动攻击。他眼神犀利，锁定了一个此前未曾露面的同学，手中的球带着凌厉的劲风飞射而出，精准无误地击中了对方。这边刚一结束，克洛伊就迅速调整状态，准备再次发动强力攻击。另一边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给球蓄力，他周身灵气涌动，光芒璀璨夺目，手中的球嗡嗡作响，显然威力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。紧接着他大喝一声，双臂肌肉紧绷，将球径直朝着球门用力扔了出去。球刚一离手，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威力，在空中竟然开始来回曲折飞行，速度奇快，轨迹诡异，让人难以捉摸。卡尔见状，心中大惊，但他没有丝毫退缩，眼神坚定地盯着飞来的球。在球即将飞进球门的关键时刻，他咬紧牙关，猛地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球。瞬间，强大的电流顺着球传导到他的身上，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，但他硬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，强忍着剧痛，没有松开手。终于，球的威力逐渐消散，卡尔成功落地站稳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脸上却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，转头对利奥喊道：“我这魔力消耗的太厉害了，接下来就全靠你了。”切尔西和伊利亚娜见状，赶忙跑过来，一左一右搀扶着卡尔，小心翼翼地将他带出了场地。此刻，计分板上的比分赫然变成了10-10，双方战平。而接下来，这场比赛的胜负关键就落在了利奥一人对阵杜兰、塞利亚和克洛伊三人的这场激烈对决之上。利奥俯身捡起球，此刻5班的学生们环顾四周，心中不禁咯噔一下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己方的处境实在是太艰难了，这可是1对3的悬殊局面啊！克洛伊深吸一口气，眼神中透着一股倔强，大声说道：“哼，之前的魔法理论考试我或许是输了，但这场比赛我绝对不会再败。”说罢，他双手快速舞动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刹那间，场地上空光影闪烁，多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分身接连出现，整齐地排列在一旁，气势逼人。利奥微微下蹲，身姿如同蓄势待发的猎豹，眼神中透着锐利的光芒，紧紧盯着前方的对手。塞利亚和杜兰也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两人迅速调整状态，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利奥，来吧！”就在众人屏气敛息之时，利奥脚下突然泛起一阵青绿色的光芒，那是风属性灵气在剧烈涌动。紧接着，他身形一闪，如同一道疾风般，瞬间在所有人的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让在场的人们惊得目瞪口呆，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：“天哪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简直让人不敢相信！”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利奥施展的魔法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串若隐若现的分身幻影，真假难辨，如梦如幻。利奥如鬼魅般的身影在赛场上穿梭，眨眼间就从塞利亚的身旁疾驰而过。塞利亚只觉一阵劲风拂面，下意识地转头望去，却只能看到利奥留下的残影。他不禁皱眉喊道：“这家伙根本就没打算攻击我们，满心满眼都只有那个球门。”克洛伊站在原地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死死地盯着场上那些利奥的分身，满心疑惑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“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利奥啊？这幻术虽说能迷惑人一时，但总归还是太浅显了，肯定有破绽。”而还没等他想明白，下一秒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惊呆了。只见利奥周身光芒大放，那光芒中竟透着一种神秘而古老的气息，与精灵一族使用魔法时散发的气息如出一辙。克洛伊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被颠覆了，他呆立在原地，心中满是震撼与困惑。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利奥这家伙居然还会用精灵的魔法？我简直就像个井底之蛙，对他的实力一无所知。就在众人还沉浸在惊愕之中时，利奥进球了，5班赢得了巴斯特拉比赛，比分变成了11-10。瞬间，整个赛场沸腾了起来，5班的同学们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们又哭又笑，相互拥抱在一起，欢呼声、呐喊声震耳欲聋。我们赢了，利奥万岁！之前他们满心都是恐惧，一想到要是输了比赛就会被直接开除回家，就吓得浑身发抖。他们是多么害怕被学院退学啊！赛德根看着这群激动的忘乎所以的学生，满脸疑惑地走过去，大声问道：“退学？什么意思啊？”一旁的哈林德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几分得意，不紧不慢地解释道：“别大惊小怪的，那不过是我激励他们的手段罢了。”
在看一般的杜兰、塞利亚和克洛伊，此刻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，脸上写满了沮丧与失落。这场失利对他们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赛德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脸上带着几分关切，缓缓朝克洛伊走去。他微微俯下身，语气温柔地问道：“克洛伊，输了比赛，心里不好受吧？是不是在生闷气呢？”见克洛伊低着头不说话，赛德根又接着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要知道，比赛嘛，无论胜负如何，结束之后向对手致以敬意，这是最基本的风度。”说着，他伸出手，稳稳地扶住克洛伊的胳膊，将他轻轻拉了起来，目光扫视着周围的同学们，声音略微提高了些。大家为了给一班争得荣誉，都付出了十足的努力。赛场上每一个为朋友呐喊助威、全力以赴拼搏的人，都值得为自己感到开心。所以大家挺起胸吧！同学们听闻此言，脸上纷纷露出惊讶之色，他们私下里交头接耳，小声议论着：“没想到啊，平日里看着严厉的赛德根教授，原来是这么好的一个人。”然而，哈林德却站在一旁，毫不留情地嘲笑起来：“嘿，失败者，过来把事情了结了！”赛德根听到这话，气得双手握拳，心里暗暗想着：这哈林德也太过分了，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。但赛德根毕竟是有涵养的老师，他强压下心头的怒火，清了清嗓子，再次面向同学们开口说道：“同学们，今天这场比赛，两个班的表现都堪称精彩绝伦。一班的同学们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卓越才华与超强能力，而五班呢，更是令人钦佩，直到最后一刻都未曾放弃，即便面临重重挑战，依旧全力以赴。来，同学们，大家互相握个手吧。”塞利亚面带微笑，轻轻拍了拍切尔西的肩膀，眼中满是赞赏：“切尔西，你坚持得很久啊，原本我还以为你很快就会败下阵来。”切尔西也笑了起来，俏皮地回应道：“我也正想这么对你说呢，你可太厉害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个软弱的家伙呢。”卡尔笑嘻嘻地凑到杜兰跟前，捅了捅他的胳膊，打趣道：“嘿，王子，这次比赛我们赢了。”杜兰却只是面无表情地瞥了卡尔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狠狠地瞪着他。克洛伊站在一旁，眼眶泛红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，拼命忍着不让他们留下来。利奥见状，快步走到他身边，真诚地看着他的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克洛伊，今天这场比赛你真的表现得太精彩了，相信我，只要你再多积累些经验，未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。”克洛伊吸了吸鼻子，带着一丝怀疑抬起头，问道：“利奥，你这不会是在取笑我吧？”利奥看着他，脸上的笑容愈发温暖，摇了摇头说：“怎么会呢？我是认真的。”克洛伊微微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，伸出手说道：“好，利奥，那我记住你这话了，总有一天我会打败你的。”利奥笑着握住他的手，用力摇了摇，仿佛在为他加油鼓劲。